剪完头发，哇，感觉分外的清爽。Good morning from Veliko Tarnovo。现在我在保加利亚最中心的一座古城。在保加利亚剪个头。Yeah, like as short as possible. A Bulgarian, most popular hairstyle. How can you guys survive? There are 100 barbershops right here. Yes, 100. Yeah. Oh, you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right? And everything here you're working. Well, I need to wash my hair. Yes. Okay. So you moved from Syria to Bulgaria permanently. Yeah. Okay. You have family here. Yeah. How's the life there back in your home country? I heard there's war, right? Still. Fresh. خليه طبعا. هذا سخنة. Face wash? Okay. That's good. Unique experience. Good. Thank you so much. 各位观众朋友们，看怎么样？还不错吧？剪完头发，迎着阳光，哇，感觉分外的清爽。他们这边的这个 barber shop 基本上都被中东人所把控着，也在美国其实也是，中国人开的 barber shop 都是非常专业的。可能就像每个民族擅长做自己的事情嘛，中国人擅长什么会计啊、计算啊、工程师啊，对吧？印度人擅长开车啊，也擅长 IT 啊。中东人特别擅长剪头发，基本上这个索菲亚市中心的 barber shop 全部都被中东人给把控了，感觉很清爽，很不错。大家觉得这边的理发水平专不专业？然后它的收费是20列夫，也就是10欧元，大家觉得怎么样？我现在到了保加利亚 Veliko Tarnovo 的公寓 ，Hotel 给 social 评分9.6，9.6是什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呗。哇，进门，这里写了这个，我靠，用保加利亚语写了这个房间的介绍。然后这里有一个挂钩，进门的。我特地租了这一套公寓啊，就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在保加利亚如果是租一个像这样的2室1厅，这个应该算是1室1厅吧。1室1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哇，很不错哎，还有一个婴儿床，还有厨房，这是 Airbnb 嘛。然后这边有一个阳台，这种小户型，还是挺舒适的嘛，看上去蛮不错的。这是我的卧室，我开灯，还蛮不错的，1室1厅，1厨1卫，
而且不是那种很小的、很紧凑的，还有一个阳台，哇，还有一个纱窗，哇，外面是高速，挺好。看阳台，你可以坐在这抽烟，当然我不抽了，不错啊。Which is really good. 啊，旁边就是我刚刚下车的车站，我订了一个离这个汽车总站最近的一个公寓，真的是1分钟走路就到了。Good morning from Veliko Tarnovo。现在我在保加利亚最中心的一座古城，这里是保加利亚第2帝国当时的首都，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古迹。昨天晚上到的时候，有给大家展示我住的 Airbnb 嘛，就是一整套公寓嘛，1室1厅的一整套公寓。啊，现在带大家转一下我公寓楼下的这个小区吧，相当于社区吧，就是这种有一点历史的这种，应该是社会主义时期兴建的房子嘛，因为保加利亚之前是华约组织的一员，是苏联的小弟嘛。看这些路，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些路都是石板的。这边的广告也是这边应该是喜欢的形象，就是长这样，女孩子。觉不觉得保加利亚人很像这种欧亚混血的形象？就比如说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德国人混血的女孩子就长这样，就很混血的长相。所以它整个这边就是像很混血的感觉。大家看啊，墙上一些涂鸦嘛，这些老建筑都是也不算很老吧，就大概50年左右不到的一些房子。现在我出去找个地方吃早餐，然后去这个历史古城里面最有名的那个城堡，也是他们当时保加利亚第2帝国的皇宫。当时保加利亚第2帝国也是一个相当强盛的帝国，一直持续到奥斯曼土耳其崛起，被奥斯曼土耳其所灭才结束，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历史的地方。现在在保加利亚这个租的 Airbnb 这个公寓里边，然后我刚刚去楼下点了一个快餐，也就是这边一个比较好的快餐吧，绝对不是那种最差的啊，就是属于麦当劳、肯德基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这种本地的稍微好一点的高级一点的快餐。他给我配一个鸡肉串，给我再配一个这个猪肉串，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牛肉串、牛肉饼，这3个东西，然后再配一个面包，这就是一个点心。大家猜猜多少钱？这3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这一个套餐，相当于一份麦当劳套餐，然后还有一个可乐，我还点了一个可乐，一个瓶装的，然后打包带回我的这个公寓里。然后他给我配了2个酱，一个是 ketchup， 一个是那个 ranch， 这2个酱。我们试一下啊，大家猜猜多少钱？首先等大家在评论区猜一下。然后我这边吃这个，首先吃这个鸡肉串，应该是这么吃吧。如果我吃的不对的话，欢迎评论区各位朋友指点哈。如果吃的不对的话，我把这个鸡肉放到里边。然后弄一点酱，他问我想不想要这个酱，我说想要 ketchup 和这个 ranch。我先试一下这个鸡肉，很好吃。试一下这个猪肉，味道不错。这边中南欧的烧烤，因为受奥斯曼土耳其的影响嘛，都挺不错的，很舒服，天气很舒服。早上穿个外套出门，中午穿短袖，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这个猪五花太好吃了。现在这个牛肉、猪肉和混合的，刚刚那个是混合肉串，现在这个牛肉饼。夹在这个面包里，试一下这样夹着吃。现
像它配面包就是给你配着夹着吃嘛，抹点酱。哇，这个牛肉饼很好吃，很像美式汉堡的牛肉，它这边应该叫 sausage。太爽了。大家看这个牛肉，这个 sausage 吧，应该叫，这个 sausage 香肠。我现在在上山，沿着这个环山公路往这个古堡走，就是它这座城市最有名的一个，算是景点吧。对面有一个纪念碑，看下面是一条河，看到没？它这个古堡的选址非常有艺术，下面正好有一条河环绕这个地方，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圆环，就是天然的护城河，这样子易守难攻嘛。非常选址非常的独到，有意思。我现在真的是沿着这个山在爬，这是一个古都。我现在在很多民房的中间，我们看一下，哇，爬山的感觉。这都是一些民房哦，这都是本地居民住的地方哦。哇，这真的是沿着山建的这些古居了，完全是石头路，很考验背包族的毅力啊！哇，这爬山的路太特别了。我上次这么爬山还是在香港，爬它的太平山，也是走的这种石头路。后面是这个城市的纪念碑，保加利亚古都，看到了没有？到主街了。看这种特别有特色的保加利亚民居，建筑的边缘，它会修一条步行的小道，就给你本地人可以插近道嘛，因为都是山嘛，很有意思。因为我现在是在平原地区生活惯了，从小也是在平原地区，然后读书、出国、旅居、出差，大部分都是去平原地区，来山地这种山城的地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特地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很特别的山城，包括这些民居的风格，东南欧嘛，保加利亚的风格。马上就要到这个古堡了，带大家揭晓一下这个保加利亚帝国首都古堡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现在感觉我走在1000年的古迹上啊，非常有历史的感觉。保加利亚版的长城，而且它这种长城的感觉又和中国长城很不一样。来，我们一起去揭晓后面更多、更传奇的风光。因为我刚在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和尼什嘛，然后这儿的城堡和那儿的城堡又不一样。别看距离不远，就是国内一个省到另一个省的距离，美国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的距离，但是这风格，你看这堆砌的石头，哇，这是多少的人工力量才建成的这么雄伟的。我靠，一个碉楼，这应该是一个城墙吧？当时建在这个山顶上。哇，这个要塞城堡非常漂亮，这个和贝尔格莱德的那感觉又不一样。这是群山之巅的皇宫，就是紫禁城嘛，相当于。It's amazing。它这里这些应该都是古时候
修的那些房子，在里边的一些什么营房啊，是吧？这个什么储物间啊，或者那个就留下的遗迹。边上是城墙嘛，看碉楼，就可以防御，可以探视到整个城市的情况。这典型的一个欧洲城堡，都是当时这个要塞里边的各种房子，民房啊，或者各种工具的房子。这就是以前这个古堡里边走马的路，马道。然后这边就是整个古堡的制高点，皇宫所在地，也是一座教堂所在地，非常的雄伟震撼。东正教教堂，结合你看最里面还有一个最内城，就是保护皇宫的，哪怕外城被攻破了，内城还可以继续抵抗，太震撼了。我现在从这个城堡的最高处，也就是教堂里出来，我感觉满满都是震撼感，非常的震撼。看这些古迹保存着，里面还铺了地板，那个年代的地板，这是多珍贵的地板。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屋顶了，只有一些墙了，但你还是可以看得出当时的那个地板的那种盛况，那种石头的地砖的那种质感。这和我在萨尔维亚看的城堡还是很不一样，都是保加利亚式的城堡。看那边，那是之前这个进城的大门。现在整个要塞里面全都是这种断垣残壁，都是这种当时房屋的这个骨架，因为房屋都塌了嘛，木质的嘛，所以这些时间的流逝，只有这些石头的还可以坚持住。你看下面全是这些房子的骨架，各种几居室啊，这都是各种各样的民房嘛。各种各样的民房就围绕着这个皇宫建设。我现在是走在这个1300多年前的古迹上，看我脚下踩的，全都是保加利亚第二帝国首都的遗迹吧。哇，下面非常的高，很震撼。来看，这是山上面，还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走塌了的话就没了。我靠，一只蜥蜴，看到没？在那动，在那个树叶边上。哇哦！大家看到蜥蜴了吗？古堡上的蜥蜴让我想起了波多黎各的古堡，看到了吗？蜥蜴，嘿嘿嘿，跑好快！所谓的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就是由保加利亚人他们自己建立的一个独立王国，不是隶属于古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们自己独立的朝代。所以在这个第二帝国期间，这里就是他们的首都，而我现在脚下踩的这里就是他们的境城吧，相当于皇城，因为最上面是皇宫嘛，皇宫下面就是皇城。它这个设计真的就是围绕着一个山顶，顶上是皇宫，然后往下一圈就是皇城。我现在就是在皇城里边，就是属于一些禁卫军啊，是吧？一些民众啊，像我现在走的这些地方，其实都是之前的民房或者说军事碉堡这种之类的，现在只剩下这种断垣残壁了嘛。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古老。这边持续了大概好几百年，都是作为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的首都，一直到最后，保加利亚第二帝国被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所灭，才结束了这个首都的历史，然后这个城市就被焚毁了，就慢慢就只剩下这些遗址了。看那边的城墙还依稀可见，因为它正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山坡上。我一会儿带大家俯瞰一下，就站在这个城墙上看下边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我现在是走在这个皇城里边非常有历史感。刚刚这种墙上还看到很多小壁虎啊，或者说那种小蜥蜴在跑，壁虎吧应该算是。包括我现在踩的这个路，应该就是古代的街道，就是属于1000年前古代的街道，看见没有？全是这种石板地，
然后两边就是房子，然后你看这里有个台阶，这明显就是房门，对吧？它连这种房子它都是按阶梯设计的，你看，从这一个小的小巷子里边就可以到这个门里。这个门里你看，它就是有一个卧室啊，或者说一个客厅啊，这样它正好是按照这个台阶来这个山势来修的。看，包括这里还有一些遗迹，这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欢迎懂的朋友指点一下啊，就是这个这个小墩子，就是到时候是做什么用的？当年你想象吧，1300多年前，两边就是这种古老的建筑，然后我就走在这个小巷子上，非常有感觉。然后远处就是现在今天的这个 Veliko Tarnovo 这个城市，可以看到远处的一些房子，因为它正好是在这个山的山顶，然后下面正好是一条河环绕，就正好把这里环绕成了一个岛吧，相当于护城河一样，就是选址选得非常的妙，所以是帝国的首都嘛。看这边，是吧？我这是上高一点的街，你看它下面还有一条街，看到没有？还有一个房子和街。这都是不同的民房嘛，就是这种依山而建的，非常有特色的。下面一条小街，也就是1个人宽的，按今天的人的这个身材的话，1个人宽的小街道。然后最外层是城墙。我带大家去那个城墙上看看吧，非常有感觉这个城堡。哇，这里还修了一个铁栅栏。哇，这是当年的那个房子哦，这应该是有一个什么特殊用途的房子，所以它这个城墙保持的特别好。我现在站在这个城墙上，看这里2个垛口，背后带大家看一下垛口的风景。看这垛口望出去，正好就是护城河，这是整个城墙。这个城池的面积，比我在贝尔格莱德和尼什看的这个亚塞城堡的面积大多了，不愧是前保加利亚首都，而且是1300多年前的首都啊，真的是还蛮大的。按照那个年代1300多年前的那个人口数量啊和人的这个劳动能力啊，在这么高的山顶上600多米呢，修一个这么壮观、围墙这么高的城堡，也是不容易啊。OK， 我现在从这个古城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背后的那个堡垒，还有最高的那个教堂嘛，非常值得大家来这个地方来看看。我觉得大家如果来保加利亚的话，这个地方正好在保加利亚的正中心，所以交通其实还蛮方便的，就是坐大巴索菲亚过来就3个小时，去瓦尔纳也3个小时，去普罗夫迪夫也就是2个多小时。所以还蛮近的，就是整个国家的就是中心嘛。强烈推荐，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古城的氛围。不需要来很长时间，1到2天差不多了。但是你了解保加利亚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风俗，对吧？了解就像去中国、去北京、去西安是了解中国近现代或者说过去500年历史的一个，甚至更长了。西安上千年的历史的一个关键所在地，强烈推荐。巧。我站在半山腰上，看着这座被时光遗忘的保加利亚故都，突然意识到，这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旅行。与索菲亚的现代感不同，大特尔沃诺更像是一本被随手闲置的历史书。15世纪的教堂依然矗立，奥斯曼时期的木屋歪歪斜斜地挤在山坡上，当地人慢悠悠地坐在咖啡馆里，用铜壶煮着土耳其式的咖啡，少了些游客的喧闹，更没有纪念品商店的招揽，只有风吹过老城墙的沙沙声。接下来Sean将探索保加利亚现在最大的海滨城市瓦尔纳。更多精彩还请点赞、关注、留言、评论哦。